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nconventional Chinese， 我是周娜老师。今天我想讲一个让我很开心的故事，因为苏敏阿姨上了戛纳电影节了。你听过苏敏阿姨的故事吗？请打开字幕。苏敏阿姨今年64岁，她来自中国的郑州。今年有一部电影，就是以苏敏阿姨为原型拍的。苏敏阿姨是谁？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女人，她每天在家做饭，照顾孩子和丈夫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。她以前以为这是大多数女人选择的、正确的、应该的人生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她觉得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于是她背上行李，开车去追求她想要的生活了。她去旅行了，她独自去旅行了。有人问她：“你在逃避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不是逃避，我是第一次为我自己活。”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背后其实有很多我们平常不会说的话题，比如说亚洲国家的家庭分工，对女性来说真的公平吗？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，很多女性承担着很多默认的责任。这里我用了亚洲国家，因为我观察到日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。女性通常需要做家务、育儿、照顾老人，甚至连退休以后的中国女人也不可以休息。苏敏阿姨在采访中说：“我每天煮饭、看电视、看老公的脸色，我像一个保姆，而且是一个不领工资的保姆。”你同意苏敏阿姨的话吗？你的妈妈是这样的吗？第二，男人嘴里的自由和女人嘴里的自由是一样的吗？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以选择自由的条件。很多男人退休以后可以去旅游、去钓鱼、去和朋友们聚会、开派对。可是女人们需要继续照顾孩子或者孙子，有的女人需要帮忙管孩子们的婚姻、生活。苏敏阿姨说过：“我不是不爱我的家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吃顿饭，一个人开车，想一个人看看风景。”第三，为什么我推荐这部名叫《出走的决心》的电影？因为这部电影不煽情，不吵闹，可是每一个点都能
打到我的心里。他讲的不是反抗，而是出走。出走不是离开、远离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的主角位置。很多人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说，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像我的妈妈一样的角色。在电影里，不仅仅是一个配角，而是一个主角。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很累，觉得很疲乏。所以当苏敏阿姨走上戛纳红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为她高兴。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挣脱社会的枷锁，做自己人生的主角。你有没有想要出走的时刻？你觉得现代的社会家庭分工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苏敏阿姨今年64岁，她来自中国的郑州。今年有一部电影，就是以苏敏阿姨为原型拍的。苏敏阿姨是谁？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女人，她每天在家做饭，照顾孩子和丈夫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。她以前以为这是大多数女人选择的、正确的、应该的人生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她觉得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于是她背上行李，开车去追求她想要的生活了。她去旅行了，她独自去旅行了。有人问她，你在逃避什么？她说，我不是逃避，我是第一次为我自己活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背后其实有很多我们平常不会说的话题，比如说亚洲国家的家庭分工，对女性来说真的公平吗？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，很多女性承担着很多默认的责任。这里我用了亚洲国家，因为我观察到日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。女性通常需要做家务、育儿、照顾老人，甚至连退休以后的中国女人也不可以休息。苏敏阿姨在采访中说，我每天煮饭、看电视、看老公的脸色，我像一个保姆，而且是一个不领工资的保姆。你同意苏敏阿姨的话吗？你的妈妈是这样的吗？第二，男人嘴里的自由和女人嘴里的自由是一样的吗？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
都有可以选择自由的条件。很多男人退休以后可以去旅游、去钓鱼、去和朋友们聚会、开派对。可是女人们需要继续照顾孩子或者孙子，有的女人需要帮忙管孩子们的婚姻生活。苏敏阿姨说过，我不是不爱我的家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吃顿饭，一个人开车，想一个人看看风景。第三，为什么我推荐这部名叫《出走的决心》的电影？因为这部电影不煽情，不吵闹，可是每一个点都能打到我的心里。它讲的不是反抗，而是出走。出走不是离开、远离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的主角位置。很多人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说，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像我的妈妈一样的角色。在电影里，不仅仅是一个配角，而是一个主角。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很累，觉得很疲乏。所以当苏敏阿姨走上戛纳红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为她高兴。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挣脱社会的枷锁，做自己人生的主角。你有没有想要出走的时刻？你觉得现代的社会家庭分工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我是朱诺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去我们的网站看更多免费的中文学习资料 unconventionalchinese.com。如果你有 Hype Button， 请你给我们一些积分，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个星期见喽，拜拜。